全球人均 AI 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不是美国，美国排第20，排第一的是新加坡。这个数据来自 A16Z 刚刚发布的第6版消费级 AI 应用 Top 100榜单，这可能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对普通人到底在用哪些 AI 产品最权威的一份调查。但这期我不打算带你一个一个看排名，我更想聊的是这份榜单背后透露出的5个结构性变化，因为理解这些变化比知道谁排第几重要的多。A16Z 做了一个看似微小，实则意义重大的调整，他们把 CapCut、Canva、Notion 这些传统软件也纳入了 AI 产品榜单。原因很简单，CapCut 最受欢迎的功能是 AI 抠图、AI 特效和文本生成视频。Canva 的增长引擎几乎完全建立在 AI 工具上 ，Notion 超过一半的年收入来自 AI 功能。这说明什么？AI 原生产品和传统软件之间的那条分界线已经不存在了。AI 不再是你专门打开的一个应用，它正在变成所有软件的默认能力。所以，讨论 AI 竞争的方式也得跟着变。现在的问题不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大，而是谁更快地嵌入了用户的日常工作流，谁更深地锁定了使用场景。ChatGPT 毫无疑问还是第一名，9亿周活跃用户，全球超过10%的人口每周都在用它。网页端流量是 Gemini 的2.7倍，移动端是2.5倍。但追赶者的速度很快 ，Claude 的美国付费用户同比增长超过200%，Gemini 增长258%，而且出现了一个关键信号，大约20%的 ChatGPT 用户同一周内也在用 Gemini。这意味着用户没有完全忠诚于任何一个平台 ，AI 助手市场还没有形成垄断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3家平台正在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。ChatGPT 的应用商店里有85个以上旅行、购物、美食、健康类应用，你可以在里面订机票、买菜、看房。OpenAI 已经在测试广告，还要推出 Sign In with ChatGPT。它的野心很明确，成为一个超级应用，成为你和互联网之间的默认入口。Claude 走了完全不同的路，它的连接器集中在金融终端、开发者工具、科研数据库，再加上一个不断壮大的开源 MCP 社区。Anthropic 压住的是专业用户和深度使用。A16Z 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判断，这场竞争最终可能不像搜索引擎大战一家拿走90%，而更像手机操作系统之战。两个哲学完全不同的平台，各自建立万亿级的生态系统。ChatGPT 可能是 AI 时代的 iOS，Claude 可能是 AI 时代的 Android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你现在选择的 AI 助手，很可能就是你未来几年的操作系统。一旦你把日历、邮件、工作流都接进去了，切换成本会非常高。西方的 AI 产品 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、Perplexity，它们的用户基础高度重合，前几大市场都是美国、印度、巴西、英国。但这些产品在中国几乎没有用户，中国有自己的一套，字节的豆包、月之暗面的 Kimi。整个榜单上唯一横跨中西方的产品只有一个 DeepSeek，它的流量中国占33.5%，美国占6.6%，它是个例外，不是趋势。然后就是刚才说的人均渗透率 ，A16Z 做了一个综合指数，新加坡第一，阿联酋第二，香港第三，韩国第四，美国第20。AI 采用率最高的地方不是发明 AI 的地方，而是人口密度高、数字基础设施好、用户教育程度高的中小型发达经济体。这背后的现实是，你用什么 AI 正越来越取决于你在哪个体系里。全球 AI 市场不是在趋同，而是在加速分化。还记得 Midjourney 吗？3年前它排在 Top 10，现在第46名。原因很直接，ChatGPT 和 Gemini 的内置图像生成能力已经足够好了。当基础模型本身就能出图，独立的图像生成工具就从必需品变成了可选项。留下来的 Leonardo、Ideogram、Civit AI 靠的不是更强的通用能力，而是服务于特定创意社区的差异化。但创意赛道没有萎缩，它在重新分配，图像让出来的位置被视频、音乐和语音产品填上了。视频生成是变动最大的品类，可伶、海螺、爱诗的 Pixverse 都跑出了真实用户量，而且中国开发的模型在质量上持续领先。字节跳动的 Cadence 几乎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。还记得 OpenAI 的 Sora 吗？上线时很轰动，20天登顶 App Store，100万下载比 ChatGPT 还快，但后续没能持续爆发，这一版没进移动端榜单。就在本期视频发布的时候，OpenAI 宣布停止 Sora 的运营，
音乐和语音最有意思。Sano 稳在第15名，Eleven Labs 连续6版上榜。它的语音克隆和配音能力到现在都没有被任何大平台复制。红杉的框架可以解释这种分化。红杉把工作分成2种 ：Intelligence 规则复杂但有规则可循的执行型工作，和 Judgment 需要经验、品味和直觉的判断型工作。图像生成主要是 Intelligence， 所以模型一强，独立工具就被替代。音乐和语音的 Judgment 成分更高，什么节奏配什么情绪，什么语调传递什么态度，这些还没被模型彻底吸收。规律很清楚，大平台发力的方向，独立产品会被压缩；大平台还没覆盖的方向还有空间，但窗口期不会无限长。A16Z 上一版榜单上出现了 Cursor 和 Lovable， 那是 Agent 的第一个信号。这一版 Agent 已经从垂直走向水平。最戏剧性的案例是 OpenClaw， 一个奥地利开发者的个人项目，几周内变成了 GitHub 历史上星标最高的开源项目，超过 React 和 Linux， 然后被 OpenAI 收购。它的做法不一样，你不是打开一个 App 来用它，而是把它连到你的 WhatsApp、Telegram、Signal， 像给朋友发消息一样给它下指令，它在后台替你执行多步任务。类似的还有 Manus 被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，以及 GenSpark 3亿美元 B 轮，1亿美元年化收入。用户给他们一个开放任务做调研、分析数据、生成报告 ，AI 端到端完成。Claude Code 更夸张，6个月内年化收入10亿美元。红杉的框架在这里给出了最关键的商业逻辑，他把 AI 产品分成2类 ，Copilot 卖工具给专业人士，让他们更高效。Autopilot 直接卖工作成果给需要结果的人，差别在哪？一家公司可能每年花1万美元买 QuickBooks， 同时花12万美元雇一个会计来处理账目。Copilot 想的是让那个会计用更好的软件 ，Autopilot 想的是我直接帮你把账做了。红杉说的很直白，每花1美元买软件，就有6美元花在服务上。Copilot 争的是软件那1块钱，Autopilot 争的是服务那6块钱。Agent 的本质就是 Autopilot。它不是给你更好的工具，它直接替你完成工作。对每个人来说，这意味着你的竞争对手不是 AI 本身，而是那些已经在用 AI 直接交付结果的人和公司。这话听起来矛盾，但这可能是所有变化里最深刻的一个。AI 正在从一个你专门打开的 App 变成一种你感觉不到的存在。Claude 已经嵌入了 Excel 和 PowerPoint，ChatGPT 进了 Excel。Gemini 渗透了整个 Google Workspace 文档、表格、邮件、会议。Google 今年还推出了 Personal Intelligence， 直接连接你的 Gmail、照片、YouTube 和搜索历史。A16Z 在报告里坦率地承认，我们的排名方法越来越无法衡量人们实际使用最多的 AI 产品了。一个每天在 Claude Code 里工作8小时的开发者，在网页流量数据里几乎看不到。AI 产品竞争的终局不是谁的 App 用户最多，而是谁最深地嵌入了你的日常，深到你意识不到自己在用 AI。这就是2026年 AI 格局的真相，它没有变慢，也没有退潮，它在做一件更深刻的事，变得无处不在，然后消失。如果你也在关注 AI 怎么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期见。